大家好，我是光哥。俗话说，冬吃萝卜夏吃姜，还不如秋天来碗莲藕排骨汤。这样做出来的莲藕排骨汤，汤鲜味美，非常适合老人和小孩食用。如果你也喜欢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是怎样做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500克的新鲜排骨。炖汤我们不需要紫排，也可以用这种龙骨，然后加入1大勺的食盐，接着加入大量的清水。我们要用清水没过排骨，然后用手抓拌一下。这一步的目的是把排骨泡出多余的血水，放在一旁浸泡10分钟左右。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小段莲藕，用削皮刀去掉外皮。秋天是莲藕大量上市的季节，也是最好吃的时候。俗话说，秋天的莲藕最养人。稍微的清洗干净以后，我们再把莲藕给下刀。首先把莲藕对半切开，然后再切成4等份，接着再把莲藕切成小块。莲藕含有丰富的铁元素和钾元素，经常食用对身体非常的有益。这里我们尽量的切均匀一些，这样方便成熟，也方便入味。全部切好以后，放在提前准备好的大碗中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再来处理一下莲藕，往碗中加入1大勺的白醋，然后再下入多一点的清水。加入白醋是防止莲藕氧化变黑，这也是饭店不外传的小技巧。稍微的翻拌均匀，放在一旁浸泡10分钟左右。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个小碗，往碗中加入200克的花生米。挑选花生米，我们一定要挑选这种红皮花生米，这种花生米适合炖汤，而且营养价值更加的丰富。放在一旁浸泡10分钟左右。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小块去皮的老姜，先切成薄片，全部切好，放在准备好的碗中。接着准备一个葱节和姜片放在一起，然后再准备一小把清洗干净的香葱。我们把香葱直接切成葱花，全部切好，放在准备好的碗中备用。时间差不多了，现在的排骨也已经浸泡好了，同时泡出了很多的血水。接下来我们再往排骨里面加入1大勺的普通面粉，因为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。这次抓拌2分钟左右，充分的把排骨里面的一些杂质和血水全部抓出来。像这种新鲜的排骨，我们是不用焯水的，因为焯过水之后的排骨营养很容易流失。这里我们要加入多一点的清水，把排骨都淘洗几遍，充分的把排骨表面的一些杂质和血水全部淘洗干净。我们知道把水洗至很清澈就差不多了。经过这样清洗之后，我们吃着也更加的放心。把洗好的排骨放在准备好的盘中。接下来我们再准备厨房纸巾或者是干净的毛巾，我们要把排骨表面的一些水分吸干。这一步的目的是我们在煎排骨的时候不容易爆锅。下面我们开始操作，起锅加入少量的食用油，油温烧热以后，我们再把排骨放在锅中。这里我们要开小火煸炒，充分的把排骨表面的水分炒干。这一步的目的是去除排骨里面的肉腥味。很多朋友喜欢把排骨直接下锅炖，其实那样是不对的，那样炖出来的汤有腥味，而且不够奶白。所以这一步非常的关键，开小火大约煸炒2分钟左右，炒制成视频中这样就差不多了。接下来往锅中加入多一点的开水，接下来我们就把准备好的姜片和葱节也放在锅中。随着温度的升高，锅里面出现了大量的浮沫，我们要把这些浮沫全部捞干净。这些浮沫
也是腥味的重要来源。然后我们把所有的排骨汤倒在准备好的砂锅里面，再次开大火，然后靠上锅盖焖煮10分钟左右。现在的莲藕也浸泡的差不多了，加入了白醋，一点都没有氧化变黑。今天的莲藕也特别的干净，没有一点淤泥在里面。接着我们再次用干净的清水把莲藕稍微的清洗一下，把洗好的莲藕捞出来，放在提前准备好的盘中备用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把锅盖打开来。现在的排骨汤还没有做好，但是里面的葱节已经完全的释放出了香味，我们就把它捞出来。接下来我们把洗好的莲藕全部倒在锅中。现在的花生米也浸泡的差不多了，用手稍微的抓洗一下，把表面的一些灰尘和杂质淘洗干净。因为花生米的表面凹凸不平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放在干净的清水中多淘洗2遍，把表面的一些杂质和灰尘全部淘洗干净。经过这样清洗之后，我们吃着也更加的放心。接下来把洗好的花生米全部倒在砂锅里面，开大火把锅里面的汤汁烧开，然后靠上锅盖，开小火焖煮40分钟左右。40分钟以后，我们打开锅盖看一下，哇，好香啊！整个厨房都是排骨和莲藕的鲜香味。这个时候的排骨和莲藕已经完全的熟透了，而且非常的软烂。接下来我们再简单的调下味，加入大半勺的食盐，然后加入少量的鸡精，接着加入少量的胡椒粉去腥增香，然后把清洗干净的枸杞也倒在砂锅里面，增加营养，同时还可以搭配颜色。最后加入一些葱花点缀一下，一道营养又美味的莲藕炖排骨就这样做好了。稍微总结一下，炖排骨汤我们千万不要焯水，焯过水之后的排骨营养很容易流失。莲藕、排骨和花生米搭配在一起，营养更加的丰富，不管是老人和小孩经常食用，对身体非常的有益。如果今天的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，就麻烦点赞、收藏、留言并转发出去。点我头像还可以看到更多家常菜制作视频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